婚姻与家庭啊，或者家族的财富关系啊，事实上呢，每一次的婚姻啊，都是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财务决策。财务决策哦，不是只有跟这个感情、跟爱情有关系啊。事实上，它跟我们的这个金钱，或者是整个的财富、整个的资产呢，是息息相关的哦。那事实上，根据调查呢，婚姻本身呢，就是对于财富的积累呢是比较有帮助的。那但也许有人会觉得啊，不是啊，又要生小孩，又有一些共同开销，又有一些什么麻烦的事情啊。而可能有人会有反对意见哦。好，你有反对意见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讨论哦。但是事实上呢，调查的数据就告诉我们呢，的确结婚的人、已婚人士呢，他的这个掌握的财富呢是远远多于这个单身的哦。单身的呢，可能真的是比较少一点。这个是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啊。当然你可以反对，你可以有意见啊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婚姻的变动呢，会引起家族财富的转移。那很多人都想说，哦，这个我跟我老婆老夫老妻了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哎呀，不要弄错了，婚姻这件事情呢是很严重的，多严重呢？你的上一代的这个资产的这个婚姻的变动呢，一定会引起你整个家族的财富的整个转移、整个变化，其实会有影响的。你的上一代也会有影响，你自己本身当然有影响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有小孩，你的下一代的婚姻会影响着你整个家族的财富的整个传承，就会产生影响。好，那一般来讲呢，绝大多数人啊，包括你去听一些律师的课程啦，或者保险公司呢所开的这个相关的主题的讨论呢，一般来讲都是讨论自己这一代跟讨论下一代，他很少往上面讨论的。来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有啊，绝对有。在这个广州那边，那时候呢，我有一个顾问啊，在深圳的时候有一个顾问，他就是这个状况。这个他的爸爸呢是这个妈妈呢是比较早啊，很不幸就因为疾病的关系呢，比较早走了一步哦。那所以说呢，爸爸呢就是一个人在老家那边嘛哦，然后呢后来交了女朋友，交了女朋友，那交女朋友没关系啦，但是呢，你想想看哦。他自己本身呢，那时候大概30岁左右，那这个爸爸呢已经50好几了，慢慢啊接近退休年龄啊，然后事实上已经退休了啦。然后呢，他爸爸的后面的养老是不是跟他有点关系？如果老爸那边的财产，他的钱准备的不是很够，那你作为一个这个晚辈，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你作为他的儿子，作为他的女儿，那你要不要帮他？你是不是应该要给他一点钱，然后呢去奉养他？这个很应该嘛，很正常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本来是要负担一个人嘛，因为妈妈已经早走一步嘛，所以是要负担爸爸的钱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爸爸交了一个女朋友之后，这个呢，他是不是万一这个阿姨的钱或者经济状况如果甚至更差一点点的话，那你给老爸的钱是不是很有可能再转移一部分给这个阿姨，对不对？这个阿姨万一还有小孩的话，她可能还要再拿给她的小孩。本来呢，你要养一个人，现在变成养3个人，那你的负担当然大，你就觉得很奇怪。你这次回家去之后呢，给老爸几千块、1-2万块，怎么一会他又没钱，一会他又没钱，你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哦。然后呢，这2年我回到台湾之后，我一个高雄的同业的一个朋友，哇，那个也是这样，年纪一大把了，还在交女朋友，都90岁了还在交女朋友，哇，把弄他整个小孩，整个家族都好紧张啊！这个老爷爷交女朋友，吓死他了，这个很不得了，整个家族的财产可能要产生很大的转移啊，整个家族都非常的紧张哦。所以我想呢，这个你一定要就是不能只看自己，还有自己的下一代，你上面呢也会有影响的，绝对有影响，这很重要哦。好，那不过呢，这个相关的这种个人财产或者是共同财产呢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讨论哦。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幸福啊，财富跟幸福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？哪一个更值得你的追求？那没有财富还能够幸福吗？这个也不知道。好，来我们研究一下哦。第一个幸福指数呢，事实上就是你感觉得到的那种效用呢当分子，然后你的欲望当分母。如果你的欲望是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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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那你就会感觉到不幸福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是很知足的，欲望不多啊，欲望不多，然后你比较容易知足，感到满意的，那一点点的效用，一点点感觉，你就觉得哦，好幸福啊，好幸福啊。那因为幸福本身就是一种很抽象的感觉啊，主观的感觉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呢是很明显的啊。然后呢，你要感觉到幸福呢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一个观念，叫做参考比较的这个群体对象啊。好，我举一个我自己的案例啊。事实上呢，我是不会做菜、不会做饭的啊，是很笨的，超级笨的，没办法做菜，没办法做饭。那我老婆呢，这个是四川人啊，四川人。那四川的男人啊，太好太厉害了啊！就是说，在外面呢必须会赚钱，回到家里必须会做菜做饭，而且还做了一手好菜好饭哦。不是说一般的厨师哦，就普通人家里面呢，事实上呢是男人做的菜比较好吃，是比较好吃。所以呢，我老婆会很希望说呢，有一天她能够吃到呢我做给她的饭菜。那很可惜呢，我做不到啊。那她就一直觉得很郁闷、很难过啊。直到慢慢的她发现，哎呀，好像只要是台湾宝岛来的男人，好像都不会做菜，不会做饭。那慢慢的，他就感觉好像稍微平衡一点点了，就是说，好像不是只有我才这样，不是只有我的老公不会做菜做饭，好像基本上那个地方的男人大概都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慢慢的他就比较没那么难过了。这个参考群体的比较呢，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没有比较就不会有伤害，没有比较就不会有伤害。你不要去比就没事，你比啊没完没了啊，没完没了。你一直往上面比，你就永远觉得自己不如人；你一直往下面比，你就觉得我过得比他好。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哦。好，那另外来讲呢，财富跟财务自由呢是完全两个概念哦。我一再的在很多的课程演讲面，我一再的讲到呢，财富或者资产要用现金流来看待啊，现金流来看待。并不是绝对数值，不是说你有2套房子、3套房子，你就能够过上你想要的生活，不是的，是要被动收入。你有没有被动的现金流收入，这才是关键，才是重点啊。另外呢，财务自由了之后就一定幸福吗？也许不一定啊，也许不一定。你的这个钱进来之后，如果没有适当的分配，啊，就是说，除了照顾你自己，你怎么样照顾你的老婆、小孩或者爸爸妈妈等等，你怎么样做一个分配，这个会影响幸福的感觉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一些案例，就是有一些有钱人非常非常的有钱，还是怎么样过得很不幸福，家庭还是吵吵闹闹，然后呢，这个乌烟瘴气的还是一堆哦，根本就不幸福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好，这个呢都是我们呢可能要去留意的哦。那基本上呢，幸福跟财富呢跟幸福到底有没有一个能不能画上等号，能不能有关联呢？基本上我不这么认为啊，我是持反对意见，我觉得没有。那当然，也许呢，你觉得对呀，没有钱哪里有幸福好讲？必须要有钱啊，钱越多就越幸福。你如果这么看啊，你就是1啊，你就支持。如果说你还觉得不清楚，那你就是3。这个稍后呢，我们可以呢再做一些进一步的讨论啊。好，那我想呢，这个但是问题是没有钱啊。还是万万不能啊！没有金钱的爱情，你到底能够走多远？这个还是很难啊！不要说爱情啦，就是说没有钱啊，就寸步难行，还爱情嘞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贫贱夫妻百事哀啊，这基本上是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讲。那原则上，古今中外好像也是这么样哦。但是呢，没有绝对啊，因为我也看过很多一些贫贱夫妻，然后呢，2个人呢挺知足的哦，相互的扶持过生活，这个我也看蛮多的案例的哦。所以说呢，其实会有例外，不过是一个通则，也就是说，可能10个家庭大概至少7、8个，也许都是遵守这个法则，少数会例外啊，少数会例外。另外呢，男人有钱会变坏，我觉得好像对哦，你同意吗？男人有钱会变坏，你同意吗？啊，
然后另外一句话叫做女人变坏又有钱，你又同意吗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？这个呢，我们待会可以讨论啊。好，那另外呢，要嫁就嫁有钱人啊。甚至呢，有人专门就以这个标题就写了一本书啊，写得很厚。作者是一个女生，她认为呢，要嫁啊，就嫁给有钱人，不然就不要嫁啦啊，应该就要嫁有钱人。那有钱人有多好多好多好，不是他有钱而已，他认真，他聪明啊，他很勤奋啊，然后呢，有钱人事实上呢更有爱心，然后呢，贫穷的人呢是很卑鄙无耻下流的。哇，天哪！OK， 好，这个呢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那当然，事实上呢，什么叫有钱人？这个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。这个呢，这边所讲的，通通都没有标准答案，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哦。然后你的看法会你的选择会造就你的人生啊，你的人生就会变成不一样。好，新女权主义的兴起哦，因为相对来讲，可能比如说台湾这边的话呢，可能大概10几20年前呢才比较兴起哦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我们祖国这边，大部分的女性同胞是很早就享受到男女平权的观念哦，平权应该是贯彻的更好，社会上普遍的价值观是这样哦。好，那我想呢，这个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了哦。但是呢，我想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讨论一下说，在过去来讲呢，男人的地位呢，在中国在过去的中国来讲呢，男人的这个地位呢是比较崇高一些的，女人是比较没有什么家族里面也好，社会上也好，比较没有地位啊。那是重点呢是当时呢是农业社会，对不对？那男人呢就代表生产力，那女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生产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说呢会变成有这种观念，也许呢是很正常的，很正常。但是在现代社会来讲，现代社会不是工业时代哦，现在是资讯时代，是资讯的时代啊。所以呢，根本你有大把的力气能够做什么？大把的力气跟生产力没有什么直接关系，根本就没有直接关系啊。所以说，甚至女性的一些特征或者一些比较相对来讲，相对男性的一些优势呢，更被凸显出来，更占有优势。在现在社会当中，女人事实上呢更会赚钱，更有优势，在种种的职场上面的一个工作，它的竞争力是不会输给男人，不会输给男人，甚至某些领域的确表现的比男人更优秀、更好所以我想呢，这整个的观念呢，如果说你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、幸福的婚姻的话呢，在金钱、在财富以外呢，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观念呢，你应该适当的去调整过来，要有一个相对的合理的一个期待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好，那基本上呢，我报告到这边，最后呢，这个再次的预祝各位呢能够尽早的财务自由。